刘邓在携手，还加上贺龙，我看这回是横扫千军，如卷席哟。明天开国大典的礼炮一响，川康云贵这一大块的重担就落在3位的肩头上喽。1949年10月初，刚刚参加完开国大典的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还没来得及稍作休息，就被毛主席请到了中南海。一项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作战任务正等待着他们。新中国虽已成立，但解放战争的大业尚未完成。自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的残余部队纷纷退守西南、华南和台湾地区，但随着10月14日广州的解放，华南大局基本已定，只剩盘踞广西的白崇禧集团仍在负隅顽抗。在此形势之下，党中央决定立即成立西南局，由邓小平任第1书记，刘伯承、贺龙分任第2、第3书记，率领第2野战军及第1野战军第18兵团，迅速向大西南进军，解放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块根据地。毛主席之所以如此迫切地希望早日解放西南地区，是因为西南地区位于我国内陆腹地，此地不仅地形险要，更有数道天险横亘在前，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大陆集中固守的区域。当时蒋介石正计划以西南为反共复国的基地，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图谋卷土重来。因此迅速解放西南，不仅能彻底粉碎老蒋割据大陆的美梦，也能为后续解放海南岛和解放台湾创造有利的条件。早在1949年6月，毛主席就已提前向刘邓打了招呼，让他们做好进军大西南的思想和物质准备。然而对于邓小平和刘伯承来说，此时进军西南绝非易事。他们的第2野战军又称刘邓大军，从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就一直在打硬仗打恶仗，随后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虽都是以全胜的姿态，但这支百战之师早已疲惫不堪。如今又要从华中地区长途跋涉，远征数千里，进入地形复杂、补给困难的西南4省，其艰巨程度可想而知。过了江，如果没有大的变化，3野直插南京、杭州、上海；2野进占浙赣线后，还要准备入川。苦日子不能总是留给2野，这几年他们的仗打得太苦了。决定的事不变了。那明天我们就走了。从这段充满张力的对话，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的温情与铁律。真正的团队不是没有抱怨和心疼，而是在表达了这一切之后，依然选择为了共同的目标扛起最重的担子。为此，从1949年7月起，做事一向周密细致的邓小平和刘伯承便开始了进军大西南的准备工作。从政治动员到补充兵员，从后勤运输到研究少数民族政策，一系列工作进行得扎扎实实、有条不紊。这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进军，更像是一次千军万马的大搬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即将出发前，他们在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招募了7000多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建了一支西南服务团，随军出征。这批人在未来成为了接管城市和建设大西南的骨干力量。司令，政委，辛苦了。没有你辛苦，千军万马大搬家呀！哎，多亏了华东的同志们，把一切方便都给了我们。车厢在那边。哎，这是哪个部队？怎么这么多戴眼镜的？西南服务团，全都是华东地区支援我们的专家。根据历史记载，2野为了进军西南做了全面的准备。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打江山重要，做江山更重要。解放和建设西南最缺的就是干部。解放一个地方，不仅是军事占领，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接管。因此，他把准备干部和准备物资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种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的思维，也体现出了他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而与此同时，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也很清楚，大西南是他最后的抵抗屏障。毕竟当年抗战的时候，就连日本人都没能进入一兵一卒。他相信，凭借这道天然的地理优势以及手上的90万部队，我军想打进来同样难如登天。为此，在49年8月份的时候，他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亲赴重庆主持大局，将四川作为防御核心，精心部署了一条起于名山、经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以及沿至五岭山脉的西南防线，强行拼凑了37个军，妄图将这里建成反共复国的最后基地。老蒋很清楚，要想保住西南，必须先守住四川，这与中原守江必守淮是一个道理。因为这里自古以来不仅是土地肥沃、粮草充足的天府之国，更是易守难攻、四面环山的兵家必争之地。
尽管蒋介石相信自己在四川的防御部署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究竟让谁来执掌兵权，却着实让他绞尽了脑汁。与我军第一时间就确定刘、邓、贺这个黄金组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国民党内部依旧派系林立，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老蒋手上真正能信任且能打仗的嫡系将领，实在是屈指可数。从西北的胡宗南集团，到山西的阎锡山残部，再到广西桂系的李白，以及四川本地的军阀刘文辉、邓锡侯，各方势力貌合神离，真可谓是一盘散沙。一向举轻不举贤的蒋介石，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最终还是任命了那位屡战屡败的得意门生胡宗南出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的主任，令其统领40万大军驻扎在川北的秦岭和大巴山一线。那为什么老蒋会这么部署呢？因为他固执地认为我军的主力一定会复制三国时期魏将邓艾伐蜀的路线，从陕南、陇南经川北进入四川。三国的时候，邓艾来蜀就是由陕南、陇南进的四川。川东地形险密，易守难攻，而且大兵团作战根本无法展开。刘伯承一代名将，绝不会避易就难，舍近求远。如此一来，国民党整个防御体系变得头重脚轻。蒋介石错误的判断将宝全部压在了北线，而忽视东线和南线的防御，这为我刘邓大军的穿插迂回留下了巨大的口子。一边是解放军阵营中屡建奇功、令敌闻风丧胆的杰出将领，另一边则是志大才疏、败绩累累的常败将军胡宗南。他的加入也使得这场对我军来说本就稳操胜券的战争更增添了几分戏剧性的色彩。自有共军那天起，我就和他们打交道，几十年了，我只有一条经验，那就是共军的作战部署从来没有猜中过。这段充满无奈与宿命感的感叹便出自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之口，那他为何会得出如此痛的领悟？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从解放战争开始，这位手握重兵的西北王到底在我军手上吃了多少次亏。1946年7月，距离内战全面爆发仅过去了1个月，国民党就调集30万大军，企图围歼我中原解放区部队。东线刘志集团负责主攻，而西线的胡宗南则率领10几万大军，严密封锁河南与陕西交界的伏牛山、秦岭的各个隘口，意图彻底截断我军西入陕西的退路。在国民党都已认为一张天罗地网已经铺开之时，胡宗南这边却发生了意外。他没有想到，他最核心的司令部早已被我西安的地下党组织渗透，一份详细记录着兵力调配、布防位置、封锁时间乃至拦截方案的绝密情报被提前送到了我军的指挥部。我军利用这份情报，很快就调整了突围方向，兵分南北两路，向着兵力相对薄弱的东北方向穿插而去，仅留一小部分部队佯装向西突围，迷惑敌人。结果，胡宗南的10万大军在秦岭一线空等数日，连我军主力的影子都没看到。我中原军区主力就成功跳出包围圈，胡宗南的西线合围计划就这样宣告破产。这是他第一次在我军手上吃亏，然而第二次亏很快就来临。时间来到1947年的3月份，国民党将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西线战场由胡宗南指挥25万精锐部队，目标直指延安，这里可是我党中央的所在地。蒋介石对此战寄予厚望，曾亲自与胡宗南秘密敲定所有方案，知情者范围被严格限制。然而胡宗南做梦也想不到，他最信任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将整套作战计划完整的抄录下来，通过秘密渠道送给我军。这份情报比胡宗南大军出动的时间早了整整10天。3月18日，当胡宗南长驱直入延安，才发现我中央机关与军民早已从容撤离，自己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就在他将占领延安的捷报传到南京后，发现自己陷入了更大的困境，那就是始终找不到我军主力进行决战。而我西北野战军则利用陕北的沟壑纵横，与敌军展开蘑菇战术，不断袭扰伏击，慢慢拖垮这支庞大的军队。胡宗南的20多万大军就这样深陷陕北的泥潭，机动兵力被持续消耗，攻占延安的战略目标最终完全落空。都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但胡宗南却打破了这个魔咒，在陕北穷于应付数月后，终于让他失去了耐心。于1947年8月，他下令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率部孤军北上，意图迂回到我军侧后，再配合刘堪部南下，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将我西北野战军歼灭于榆林以南地区。
然而，他与前线部队联络的电报再次被我军截获并破译。彭老总将计就计，在沙家店地区布下天罗地网，孤军深入的整编36师一头撞进了我军的包围圈，仅1天时间就被全歼。此战过后，彻底扭转了陕北战局。胡宗南从此由攻转守，再也无力对我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只能分兵被动防御。然而，你以为胡宗南的亏这就吃完了吗？到了48年的2月份，胡宗南吃的第4次亏来了。我西北野战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包围了宜川，引诱胡宗南派兵来救。胡宗南判断我军连续作战，攻坚能力不强，必然伤亡巨大。于是他命令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领其麾下2个主力师，共27000人，沿洛宜公路火速驰援，计划内外夹击，一举解围并重创西野。可我西安地下情报网再次送出了刘戡的增援路线和时间表。彭老总提前在路上的关键节点布下了口袋阵。2月29日，刘戡的部队一头扎进我军的包围圈，经过2日激战，整编29军全军覆没，军长刘戡兵败自杀。此战之后，胡宗南在西北的机动主力彻底丧失，关中门户大开，国民党在陕北战场的主动权也随之彻底易手。第5次发生在1949年的7月份。此时的解放战争已进入到战略追击阶段。我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后，胡宗南主力被迫退往扶风、眉县一带，但他仍未放弃。他联络了西北的马家军，制定了一个联合作战方案，由他正面牵制我军主力，马家军从侧翼迂回夹击，企图依托渭河防线守住关中平原。计划很丰满，但现实却很骨感。我军再一次通过内应以及无线电侦听，完整破译了胡马两军的协同作战计划。最终，胡宗南的4个军被我军围歼。这一战，胡宗南在关中的主力基本被消灭，残部仓皇退守汉中，西北战局就此完全逆转。可以说，胡宗南在面对我军时是屡屡吃亏，屡战屡败。他的志大才疏在国共两党都是人尽皆知，甚至被俘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在功德林改造时是这样骂他的：胡宗南，你指望他？我告诉你，失败就是从他这儿开始的。他就是个绣花枕头，除了会哄骗老蒋开心，他还会干什么？从抗战开始，他就没打过一次像样的仗。让他在西北看着共产党，他都干了什么？他简直就是在给共产党当保姆。滚！然而胡宗南上的当还远远没有结束。当我刘邓大军开始进军西南时，贺老总便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集结到秦岭北路，开始向秦岭防线实施佯攻。于8月底9月初，率先向胡宗南部发起攻击，一举突破秦岭防线，占领了胡宗南的第一线阵地。可就在胡宗南以为即将全线溃败时，贺龙随即命令部队停止进攻。胡宗南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看着即将被攻占的阵地又回到自己手中。好大喜功的胡宗南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取得了所谓的秦岭大捷。殊不知，这只是我军为了让胡宗南以为我军要从陕南入川而演的好戏。贺老总的18兵团就是要将胡宗南集团牢牢牵制在此。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就在国民党还在为秦岭大捷自鸣得意时，远在千里以外的南京，此刻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欢送仪式。为了演好这出戏，1949年10月20日，第2野战军在告别前来相送的市民后，从南京出发，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征程。火车在抵达郑州后，两人特意下车在此地发表了关于进军西南的讲话，这更加深了老蒋认为我军从秦岭入川的错误判断。经陇海路到西安，翻秦岭，解放大西南。李参谋长，你有接班人喽！这位吉泽先生，蛮有头脑嘛。为此，老蒋还特意给胡宗南去了封电报：宗南武帝。继续，刘斐国成已将其南京市伪市长一职移交华东匪所粟裕。匪第2野战军连日来正在进行入川动员，望帝严斥所部，加强北线防务，准备迎击刘匪之进犯。中正。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就在2野的列车从郑州离开后，他们并没有继续西进，而是迅速调转枪口向南秘密转移，悄无声息地来到湘西集结。到49年的10月底，2野的第3兵团和第5兵团成功在湘西会合。至此，大西南的北面有1野的18兵团，南面有2野的3兵团和5兵团，一场围歼大西南国军的战役即将开始。胡宗南最后这次的失败，将不再是一场武器优劣和军队数量的对决，而是一场人心向背与信息代差的决战。